小陈，我和你阿姨想找你谈谈。当着诗意的面，我们要聊聊今后的安排。你们俩结婚的事儿，我和你阿姨都不知道。原本想让你们两个人彻底分开，对大家都好。可没想到你们自己去领了结婚证。当然了，一张结婚证明也不能决定一切，所以。你如果想走，随时可以走，我们能照顾好诗意，等他醒来，补办一个手续。我不会走的，我也不会离婚。我和诗意都不想这么做。我们已经说了，不想让你负责任，你为什么还要揪着不放啊？她是我太太，什么时候都是。从我们俩在一起的那一刻开始，我们就不会再分开了。如果他一直这样呢？如果他一直这样，我就照顾他一辈子。其实这个星期，我每天早上5点半醒过来，离开医院，回到家，洗澡，换衣服，去研究所工作。我的1日3餐都在研究所的食堂吃，准时下班以后，都会跟主治医生沟通当天的情况。我算过了，从研究所到医院，开车需要20分钟，上下班高峰期需要40分钟。虽然距离有点远，但问题不大。如果你们同意的话，我可以找一个近一点的医院，方便我每天随时来回走动。诗怡跟我说过，她不喜欢医院，所以我想等她病情稳定了之后，给她请专业的医生和护士，在家里照顾她。这样，我们2个人的交流时间就更充足了。你说这些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啊？我已经做好了这样维持婚姻的安排。我坚信他会醒过来，但我同时也做好了一辈子等他醒过来的准备。虽然你的话有点让我感动，但是我心里还是别扭，没法跟你不计较。阿姨，您是他的母亲，无论您对我有任何的看法，憎恶也好，抵触也好，愤怒也好，我全都理解。但我跟诗怡之间的感情没出现过任何的问题，我离不开她，
他对我也一样。我相信11醒过来的那天，最想看到的就是毫无改变、依旧美满的家庭。你先回去吧。你阿姨的意思是，赶快回去补一个觉。以后啊，我们轮流陪诗怡。谢谢叔叔。去吧。相遇那天，定格时间，是你微笑的眼，让喧嚣世界蜕一遍。每个瞬间，浇灌了往昔的疲倦，爱蔓延，惊醒你的出现。有你多一天，爱深一点，汇成诗篇，吻过漫长岁月，将爱缠绕指尖，默默许下许愿，再拥抱几个永远，不会改变，用同样热烈的今天，给你我的尽这一切。感谢你在身边。阿姨，他爸爸熬了几个晚上，病了。今晚就交给你了。放心吧，阿姨。有你多一天，爱深一点，汇成诗篇，吻过漫长岁月，将爱缠绕指尖，默默许下许愿，再拥抱几个永远，不会改变，用同样热烈的今天，给你我的尽这一切。感谢你在身边。这一个星期，我每天做了什么，吃了什么，说了什么话，我全都记得。如果你不嫌我烦的话，我可以一点一点的讲给你听。
虽然我们隔着一道墙，但不妨碍我每天都想你。这个家最重血缘关系，最忌亲如相残。青儿，你包庇他，才造成现在的局面。这个家元气大伤，至今小陈的妻子还未醒。子不教，父母之过。他做出这样的事儿，是我没有教好。就算你们不说，我也应该主动离开。大家好好想想，秦婉操持这个家多少年了，大纰漏没有过。这次主要还是小川那个孩子，不能全怪秦婉。是啊。我也不想为难你。但文兴走后，如果他不惯着那个逆子，就不会有今天的事。11没有醒，家里的大小事多，没有人可以放心交付。过些日子，他们夫妻再回来，我一定会让位，搬回秦家的。大家聊天呢，早来了5分钟，我等着，你们继续。那我们先走了，你们先谈。啊。我是晚辈，按理说不应该我先开口。不过，我今天是作为周生辰律师代表来和2位谈一份协议的。他们俩的事儿，我不清楚，让梅兴先说吧。他因为太太的事情，无法平静地面对家人，委托我处理全部事情。这份协议是他在德国的时候，我们2个一条一条对下来的，里面的每一条来龙去脉，我都可以在今天代替他解释给你们听。他的兴趣始终还是在科研上，等投资计划结束，也就是10年以后，他准备把周嫁给小人。对之后的事情只有一点要求：家族产业的根基要在国内，这点不能变。2位都是小人的监护人，协议内容先要过目。我没有意见。小人虽非我亲生，但是是我养大的。他的品性和资质随他大哥，可是周家历来以长子为先。他说，慢慢会说服家里的顽固派，这不用着急。小人虽然过继给了我，但你是他的亲生父亲，这件事情，你来拿主意吧。对你们，我没什么可隐瞒的。发生了这样的事情，我已经不能留下来主持这个家了。接下来的事情，你们和二叔商量吧。
阿姨，您听我把话说完。后面这段话和您有关。他说，您多年投注心血经营这里，这里如同您半个孩子。这20几年，无数风波内外交困，你都没走，现在也一样。您不需要离开，您比他对这个家更有感情。这里的人就如同您的孩子。如果您想走，没人会拦您；如果您想留，更不会有人叫您离开。今天是我的生日，你准备送我什么生日礼物啊？我送你的这身衣服啊，是我让王家婆婆加急绣的，叫云长，10个绣娘，意味着十全十美。哦，对了，我刚刚在外面碰到医生，医生跟我讲，你刚刚醒过来的时候，可能要糊涂一阵子，不认识我是谁，让我一定要给你灌输，我们已经结婚了。我是你老公，省得把我赶出去，让其他的护士笑话。有一件事情，我算是先斩后奏了。西安的公寓我已经找好了，等你的房间布置好之后，我们就去西安。而且，你爸妈已经同意了。我尽量在半个小时之内把客厅的书都整理好，一会儿让小生给你放个电影。我整理好之后就上来找你。美人骨，世间罕见。有骨者而未有皮，有皮者而未有骨。世人大多眼孔浅显，只见皮相，未见骨相。周生辰，写这个名字总能想起2个人，一个是你，一个是你名字的缘起。我们聊过几次他，小南城王。这个人的故事让我在广州机场主动认识你，就在过去，连我自己都不敢想象。
当时你的第一想法是什么？如果是好的，明天告诉我；如果不好，最好说你忘了。